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大家好，欢迎来到禅悟。男人到了60岁，为什么还想找女人？60岁的男人说了大实话。今天有网友投稿说自己今年60岁了，很想找个老伴，不为其他的，就是想有人陪伴自己，因为一个人生活实在太孤独了。他身体硬朗，也不缺什么，平时都是自己生活，一个人虽然自在，但是真的很孤独。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李大爷今年60岁了，早年丧偶后就一直没有再娶，因为他有一双女儿正在上学，担心找了个后妈对他们不好。李大爷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子女，前几天确实辛苦，好在有李大爷的妈妈帮村着，儿女也很懂事，没怎么让李大爷操心。长大后也都考上了大学，顺利的结婚生子了。儿女成家独立生活了以后，李大爷觉得非常的孤独，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家里的房子很大，只有他一个人住，常常感觉到孤独。李大爷的儿子也想把父亲接过去一起住，但是李大爷在城市待不惯，更觉得难受，并且人老了做什么都被嫌弃。因为不习惯冲马桶，经常被儿媳妇说教，类似于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李大爷也能感觉到儿媳妇的嫌弃以及儿子的无奈，人老了确实讨人嫌，所以李大爷还是决定回家自己住。在老家，白天好歹也能在村子里串串门唠唠嗑，就是晚上一个人睡觉的特别孤独。有个头疼脑热的，想喝杯热水都没有人倒，自己还得忍着病痛自己起来烧。平时一些感冒发烧都不敢跟儿女说，怕他们担心，也怕耽误他们工作，所以李大爷经常一个人熬过那些生病的日子。年轻的时候，大家以为结婚就是幸福，但是真正在一起后又吵吵闹闹的，日子过得很不安宁。然而到了李大爷这个年龄，才明白老伴的重要性。人一辈子没有谁可以陪自己到最后，唯一会陪伴自己的只有老伴，哪怕两个人只是说说话，都会觉得无比的幸福。因为人老了都怕孤独，身边有一个人在，总有个安慰。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李大爷也见了几个丧偶的大妈，感觉都还不错，想找一个合适的过完余生。人到老年，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的幸福，作为父母的老大爷也交了差，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李大爷也想认真的寻找自己的幸福了。都说养儿能防老，实际上能陪伴自己到最后的只有自己的老伴。儿女大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逢年过节的会回来看看老人家，但是终归不会留太久。年轻人也都喜欢自在，几乎没有愿意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李大爷也能明白儿女的想法，但是每天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李大爷非常孤独，很想找一个人陪伴自己。因为每当别人问他都60岁了，为什么还要找老伴时，李大爷都会黯然神伤。一个人独自生活实在是太苦了，虽然不缺钱花，但是真的非常缺乏安全感和陪伴。没有谁喜欢一个人住在黑漆漆的屋子里，一天到晚的不说话，时间长了，人都会被逼疯的。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家里空荡荡的，日子越过越觉得心酸。以前儿女在跟前，从来没有觉得孤单，现在儿女走了，李大爷觉得每一天都很难熬，所以李大爷特别想找一个老伴陪伴自己，每天一起散散步，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家讨论今天吃什么，晚上聊聊村里的八卦，一起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网络上曾流行一个词语叫做空巢老人，顾名思义，一个家里只有老人在家。如果是夫妻都在，那么生活还不算孤单，两个人还能够说说话。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家，那真的是非常孤独的。老小孩，老人老了就会像孩子一样，
特别怕孤单，想有人一直陪伴着。年轻的我们在外面打拼，也许感觉不到，但是当我们老了以后，真的就会觉得孤单。关爱老人不仅是从物质上，还要关爱老人的日常生活。人生在世，为钱为名为利，但是老了以后，我们就只想有一个人可以陪伴自己过平淡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男人到了60岁还想找个老伴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老人也不例外。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有人说话、有人陪伴的平凡生活而已。就算没有物质基础，需要多加劳动，他们也会觉得幸福。儿孙满堂，不如老来一半。俗话说得好，孝顺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些没有老伴的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怎么样？2位七旬老人说出了大实话。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列没有回程的列车，一旦开动终点都是一样的，没人能改变，只是在行进的路上，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会有不同。当我们经历了人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来到了人生的暮年，那个和我们牵手同行了大半生的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在中途下车，离我们而去。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如果和我们牵手半生的爱人离去后，那么那些没有老伴的人，晚年生活又会过得如何呢？让我们听听这2位独居的七旬老人的大实话，看看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悟出一些生活的智慧。73岁的张大爷，老伴在他65岁那年因为突发心梗，没给他留下一句话就走了。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了5年后，因为身体原因，如今和儿子一起同住。亲戚朋友觉得他在儿子家养老也算是晚年幸福，但是张大爷却依然觉得自己很孤单，即使住在儿子家里，内心的依然是空落落的，没有归属感。老伴退休那年孙子出生，老伴退休1个月后就在上岗，开始伺候儿媳妇和孙子。那一年，张大爷还差2年退休。张大爷从结婚后就是老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因此老伴去儿子家帮忙带孙子时，张大爷心里是不高兴的。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忘的人，生活全都乱了套。张大爷独自一个人生活了2个月后，就找儿子要求亲家也要帮忙带孙子。张大爷说不能因为带孙子就打乱自己的生活，如今自己1日3餐都是凑合着吃，衣服没人洗，家务没人做。儿子听了张大爷的话后很为难，自己的岳父去世的早，只有岳母一个人，而且妻子的外婆患有帕金森症，一直是岳母在照顾，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让岳母来帮自己带孩子。张大爷看儿子不同意，他又找儿媳妇说这事，儿媳妇直接拒绝了张大爷的要求，说自己从小就是外婆带大的，如今外婆需要自己母亲照顾，他不会让母亲为了自己的儿子放弃照顾外婆。儿媳妇态度很明确，孙子是你们老张家的，婆婆伺候孙子天经地义的事。张大爷在儿子和儿媳妇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把气撒在老伴身上。他要求老伴立刻回家照顾他，老伴无奈之下，每到周末从儿子家赶回自家，给老伴洗衣服、收拾卫生，再给老伴包好包子、饺子、馄饨，放在冰箱。儿子和儿媳妇心疼老伴跑来跑去辛苦，儿媳妇就让老伴回家照顾张大爷，等到他产假结束后再让老伴去照顾孙子。等到儿媳妇产假结束后，老伴又回到了儿子家带孙子。张大爷虽然不满意，可是也没办法，总不能让儿媳妇放弃工作回家带娃吧。坚持到孙子断奶以后，老伴把孙子带回了家照顾，周末时儿子媳妇回家看孩子。为这事，张大爷和儿子媳妇闹得很不愉快，
虽然老伴在中间协调，也终究是感情有了裂痕。孙子6岁那年，儿媳妇外婆去世了，亲家去儿子家帮忙接送孙子上学，老伴也终于歇口气，在家和张大爷过起了2人老年生活。可是这样的安稳生活刚过了1年，老伴因为突发心梗去世了。没有了老伴的照顾，张大爷的生活再次陷入一片混乱。儿子提出接他过去生活，张大爷去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为还有亲家在，他觉得不自在，就又回到自己的家。儿子只好给他请了个钟点工，中午给他做饭、收拾卫生。张大爷也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生活。71岁那年，张大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生活，就把他接到住自己家住。孙子已经念初中了，张大爷住进儿子家后，亲家母就回了自己家。但是儿子和儿媳妇工作很忙，儿子经常要出差，儿媳妇经常要陪着外孙参加各种培训班，根本顾不上照顾张大爷，而且儿媳妇对张大爷心里有意见。虽然尊重，但是却没有太多感情在。儿子出差的时候，儿媳妇有时候说要加班，就给张大爷点个外卖，或者是让张大爷去小区附近的餐馆自己吃饭。孙子每天回家都忙着写作业，偶尔和张大爷说个话，还被儿媳妇撵回房间写作业。即使儿子在家，也是忙着工作、刷手机。张大爷想要和儿子聊天，儿子却经常一边看手机，一边心不在焉，敷衍着张大爷。张大爷白天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现在的电视他还经常不会用，虽然儿子教过他很多次，但是年纪大了，一旦操作错了，电视机就成了摆设。张大爷只好白天出门去小区溜达，哪里人多他就去哪里。可是有些本地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只能默默地坐在旁边，感受一份人生喧哗的热闹。每天晚饭后，孙子在房间写作业，儿子和儿媳妇在客厅有说有笑的样子，张大爷只能回到自己房间里呆呆地坐着，有时候睡不着就会想起老伴。想起老伴在的时候，虽然也有争吵，也闹别扭，但共同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让老两口感情也很深。如今老伴不在了，自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现在就是想吵架都没有人陪自己了。张大爷想找个搭伙老伴，但是儿子和儿媳妇坚决反对，张大爷只好歇了这个心思。亲戚朋友都说张大爷有福，现在能和老人同住的儿子不多。张大爷听了这话也只能苦笑，他总觉得在儿子家他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虽然不用他洗衣做饭，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幸福的感觉。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张大爷对生活没有了太多的期待，只要能够身体健康地过好自己的晚年，他也就没什么太多要求了。只是这种一眼就望到头、坐吃等死的日子，让他心里空落落的，失去了对生活的期盼。张大爷在儿子家住的没有归属感，但是60多岁的李大妈住在女儿家，又是另一番光景。李大妈40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因病去世了，李大妈一个人靠着自己一个打工，辛苦把女儿拉扯大，又供女儿念完大学。女儿大学毕业后想要去男朋友的城市发展，李大妈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她觉得只要女儿幸福，在哪里生活都可以。女婿一家对李大妈的豁达很感动。女婿表示要接李大妈过去养老，李大妈笑着拒绝了，说她还年轻，自己父母还在，她也需要在父母面前尽孝。等到她将来需要女儿照顾时，她就去女儿家养老。女儿结婚后，李大妈就在家一边照顾父母，白天和山友们爬山，晚上去跳跳广场舞，没事就陪父母聊天、遛弯。
生活过得也很惬意和舒坦。女儿生了孩子后，李大妈又和亲家母一起去伺候女儿坐月子，照顾外孙。李大妈负责给买菜做饭，亲家母负责洗衣服收拾卫生，晚上2个人轮流帮忙照顾外孙起夜。李大妈性格开朗，即使生活中和亲家母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她都是把话说开，也要求女儿尊重公婆。亲家对李大妈也很尊重。李大妈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房子的租金也悄悄地补贴给女儿。女儿也很感激母亲对自己照顾，每次遇到李大妈的生日、母亲节的时候，女儿都会给她买喜欢的衣服、鞋子，请她吃大餐，还带着她出去游山玩水。李大妈自己学会了拍视频，记录了小外孙的日常生活，还把小外孙的照片做成各种相册，经常拿出翻着看看。外孙上学后，李大妈搬出了女儿家，在女儿小区租了套一居室。虽然女儿和女婿极力挽留，让她住在一起，但是李大妈拒绝了。她说她也希望过一个人无拘无束的生活。李大妈搬出去后，每天早晚负责接送外孙上学，白天去买菜，晚饭后去跳广场舞，也认识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在跳舞的过程中，李大妈遇见了单身吴大爷。吴大爷对李大妈很有好感，时间长了，吴大爷提出2人在一起生活，李大妈却提出了恋爱模式，白天2人一起搭伙过日子，晚上各回个家。这样子避免了2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避免儿女的抵触情绪，还能保持感情的新鲜感，总有恋爱的激情和感觉。李大妈和吴大爷交往了几个月后，女儿就发现了母亲的新恋情。女儿在了解了吴大爷的为人后，建议李大妈可以和吴大爷再进一步。李大妈拒绝了，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不想再重新去和别人磨合脾气和性格，不想面对对方的儿女、父母、亲戚朋友，不想费心费力地处理那些复杂的家庭琐事。李大妈说，只要2人在一起，就要操心生活琐事，洗衣做饭收拾卫生，这些事情作为女人就要多付出，可是她已经不想天天做这些活了。女儿听了李大妈的想法后，表示尊重她的意见，并表示只要她过得开心就好。现在的李大妈每天就和恋爱中的小女孩一样，每天和吴大爷逛街、吃美食、看电影，一起旅游，每天都生活得很快乐。李大妈说，独居老人过得幸不幸福，是需要自己调整好心态去生活的。以上2位老人的生活选择和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启发。1. 生活幸福与否，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就看我们如何选择。2. 失去老伴的老人，晚年生活需要自己去调整心态，如果只是把生活完全寄托在儿女身上，是不可取的，毕竟儿女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全天候地照顾到父母的心情。3. 作为儿女，家里如果有独居的父母，还是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或者是更多的关注到老人的情绪和情感需求。4. 孝顺不仅仅是让老人吃饱穿暖，更要关注到老人的情感需求。5. 独居老人可以多培养自己的爱好，可以练练书法、下象棋、跳舞，让生活充实起来后，精神上也就会充实起来。6. 如果独居老人生活中遇到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也可以尝试再次走进。老伴去世后，我把房子和存款都交给儿子保管，一场大病后，儿子的举动让我寒心。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些老人说，老了一定要把房子和存款攥在自己手里，不能全部交给儿女，免得用钱的时候自己为难。
但是有的老人在经历过老伴的突然离世后，会担心自己的健康出现问题，会选择把自己的养老钱交给儿女保管，免得遇到突发状况时，儿女无法使用自己的储蓄。张大妈在老伴突发疾病去世后，选择把自己的家底全部告诉儿子。可是在她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儿子的一个举动让她寒了心。张大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讲述吧。我今年72岁了，老伴只有一个儿子。年轻时候我的身体不太好，直到30岁才生了儿子。我和老伴对这个儿子非常宠爱，因此儿子的性格也比较自我。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在我们的要求下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参加了工作，这让亲戚朋友都很羡慕我们老两口，说我们有福，儿子争气又孝顺。但是儿子却一直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因此对我们也颇有抱怨。我和老伴也因此对儿子心里很内疚，总想着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多多补偿儿子，帮衬儿子。我退休后工资每月4000多，老伴的退休工资有8000多，我们名下还有3套房子，我们住的一处电梯房，还有2处小房子，每月的租金也有5000块钱，这样每月我们的收入完全衣食无忧。儿子结婚后很快就生了孙子，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儿媳妇提出要辞职在家带孩，我一开始是反对的，我说我帮他们带孩子，让儿媳妇去工作，毕竟年轻人没有工作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儿媳妇却不高兴了，说她的同学都是生了孩子后在家做全职，还说孩子的成长更需要母亲的陪伴，说我的育儿经落后了，担心我带不好孙子。我悄悄地让儿子劝儿媳妇出去上班，还保证说我能把他教育成研究生，就一定能带好孙子。儿子却不耐烦，让我只管帮着带孙子就行，他的家务事就不用我们老两口插手了。老爸也劝我别插手小两口的生活，只要帮着带好孙子就行。儿媳妇虽然说在家带孙子，可是每天都是我一边带孙子一边帮他们做家务，有时候我累了让儿媳妇搭把手，儿媳妇就很不高兴。就因为一开始我让儿媳妇上班，再加上一起生活时的一些琐事，我和儿媳妇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有时候我和儿子诉苦，儿子都是站在自己媳妇一边。我和老伴诉苦，老伴就安慰我说，儿子有了自己的家，偏心媳妇也是人之常情，只要小两口过好日子就行。虽然我和儿媳妇之间有矛盾，但是我爱孙子，爱儿子，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那点不满意让儿子为难。我和老伴每个月都会给儿子一些钱，尤其是孙子的从小到大的奶粉钱、尿布钱，慢慢大了后的兴趣班的费用，都是我和老伴负担的，毕竟我们的钱将来都是留给儿子的。虽然我和老伴掏心掏肺的对儿子和儿媳妇，但是儿媳妇对我们一直很冷淡，逢年过节回家也和我们淡淡的。我觉得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对我们也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了。儿子却说我太敏感，竟胡思乱想。我68岁那年，老伴在夜里突发疾病离开了我。因为我睡眠浅，老伴又能打呼噜，所以我和老伴几年前分床睡了。那天早上，我做好早饭叫老伴吃饭时，才发现老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世了。处理完老伴的后事，我的精神消沉了很多，觉得没有了老伴的日子孤单清冷。儿子和儿媳妇这时候不但主动安慰我，还提出要接我过去养老。儿子安慰我说，他一定会给我养老送终，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去他家里养老。儿媳妇虽然态度不很热情，但也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看儿子的态度，我心里还是很安慰的，但是想到和儿媳妇相处的不自在，
我拒绝了儿子的提议，说自己能自理，就不去打扰他们小家庭的生活。儿子就经常回家看我，儿媳妇虽然来得少，但是也经常给我买衣服鞋子啥的。周末儿子一家3口也回家陪我吃饭。老话都说儿子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可是儿子现在的表现让内心很知足。邻居们看见儿子经常回家看我也很羡慕，说我养了个孝顺儿子，这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时间久了，儿子和儿媳妇经常在我面前说生活的压力大，还说孙子马上就要上学了，他们想要换套学区房。儿媳妇表示想生2胎，希望儿女双全。我很高兴，觉得儿媳妇主动提出生2胎很好。我觉得一个孩子还是少点了，家里2个孩子将来互相有个陪伴和照应，儿子将老养老也会多一份助力。再想到老伴突然就离世的经历，我也心有余悸。人老了，突发疾病的概率也大了。儿子和儿媳妇对我也很不错，将来我的养老终究是要靠儿子的。也是我把家里的家底向儿子和盘托出了，把家里的1套房子过户到了儿子名下，另1套房子的房租给了儿子。这样我手里只有自己的退休工资，每个月也涨到了5000元。手里还有70多万的存款，一直是我在理财。儿子和儿媳妇非常高兴，儿媳妇来看我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都是笑眯眯的，见了我也是妈长妈短的叫我。有一天，儿子和儿媳妇又回家看我，儿媳妇给我讲了她二姨买理财被人骗了的事。儿子随后说：妈，你年纪大了，手了有那么多钱也有风险，不如我来帮你管理吧，保证每年的收益比你的退休工资高。我听了儿子的话，觉得有道理。老伴不在了，儿子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我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而且年轻人的脑子活络，肯定比我这个70岁的老年人赚钱能力和眼光好。于是我留下20万的养老钱以备不时之需，其余的50万交给了儿子去打理，希望通过儿子的手给我赚回更多的养老钱，以保证我的老年生活无忧。71岁那年，我在楼下遛弯时突然摔倒了，被邻居送进医院。经过检查说我是因为突发脑溢血造成的，需要住院治疗。儿子和儿媳妇都急忙来到医院，儿子让我把手里的20万先给他交我的住院费和手术费，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就让他先用我给他的那50万支付相关费用。儿子却说他手里没钱，他们最近刚看好了一处学区房，家里的钱刚刚交了首付。我埋怨他不该把我的养老钱都花在他的小家庭上。儿子还没说话，儿媳妇却说：妈，你的钱早晚是您儿子的，再说我们买房子也是为了您孙子上个好学校不是？再说了，你手里还有20万的养老钱。我说那笔钱是我的底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儿子却说：妈，你真是迂腐，你现在这个情况不用啥时候用？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都这样了，还不舍得花钱救命，命都没了，再多的钱有啥用？听了儿子这话，我只觉得一阵心寒，这是一个儿子该说的话吗？我后悔把钱和房子都提前给了儿子。可是如今我也只能先把自己的存款先交给儿子，虽然儿子话没有温度，但是却也是事实，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儿子给我交了住院费后，又给我找了个护工，说他要上班，儿子父要照顾孙子，没办法24小时伺候我。我也理解儿子的难处，只是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眼里涩涩的，有泪水控制不住的流出来。躺在病床上，我想老伴了，有点羡慕他走在我的前面，羡慕他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听了张大妈的经历，心里不禁感慨：老年人一旦失去另一半独居后，和儿女相处时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尤其是自己的养老本钱，更要放过在自己手里。儿女也不是不孝顺父母，而是儿女确实也有自己的困难，在遇到父母手里有富裕的存款时，儿女难免会提前支取父母的养老钱，这也是人之常情。父母都希望自己晚年生活温馨幸福，希望自己的晚年能够得到儿女全身心的孝顺，可是有时候却忘记了儿女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小家庭，有了他们肩负的责任，他们的心更多的在自己的儿女和小家庭上了。人到老年，一定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守好自己的房子，毕竟这是自己晚年生活的底气。毕竟年纪大了，未来的岁月需要多少的花销都是未知数。作为儿女，一定要给父母的晚年做好规划，尤其是不要轻易算计父母的养老钱，免得父母需要花钱的时候自己手忙脚乱。人到老年，要学会观察自己的生活状态，学会观察儿女们的状态，及时的修正一对老夫妻的悔悟，退休后一个错误的决定，让晚年生活大打折扣。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相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天赋的不公平，最让人难以忍受。出生不富贵，总让人有所抱怨。养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有钱，父母没有钱，那就自己想着去赚大钱，否则到了老年很郁闷。而且教育也相当重要，所谓人心复杂，即使自己将全部的爱给了儿女，也难保儿女不会成为白眼狼。如今的老人，只要是职工，退休后就是颐养天年，爽歪歪的过日子，主要是因为有退休金，只要不生大病，那就是妥妥的安享晚年。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要那么多钱也没用，家庭花不到很多钱。所以只要是小康生活，似乎就令人感到非常满足，有的老人的生活愉悦程度甚至超越年轻人。很多老人的确每天酒足饭饱，就是去享受生活的，比如去旅游，比如去搓麻将打牌，比如去唱歌游泳，活得相当潇洒。但也有许多老人活的是不如意的，不用说那些没有存款和退休金的，即使那些有退休金的，也是晚景一地鸡毛。尤其那些被子女啃老的退休老人，子女的不孝顺和父母的过度溺爱，导致原本自己可以颐养天年的，却因为一味付出，无论是钱财还是心力，最终都是变成疲惫。我们将这种让父母晚景凄凉的子女称为白眼狼。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70多岁的老人，是职工退休的夫妻，原本也有退休金和存款，一早就奔向了小康生活，然而晚年生活却被子女一个要求而变得一塌糊涂，内心郁闷。邹国平先生坦言，子女的一个要求使我原本安逸享乐的晚年生活一地鸡毛。为何邹大爷会有这番郁闷的说法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讲述人邹大爷，71岁。大家好，我叫邹国平，今年71岁，老伴70岁。我们都是企业单位的退休职工，退休有10年了。这10年来，我们的生活一路直下，头几年还算好，后面却活得很悲催，主要是儿子的一个请求，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让人羡慕的职工夫妻，我们也算小康生活了，温饱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我还有一部小车，在大城市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不是很贵，但是起码有得住。在大城市，其实买一个小套房都是天文数字，我们是供了20年的。我跟老伴育有一个独生子，儿子从小很听话，读书也可以，也愿意做饭煮菜，分担家务。
记得客人到来，总会赞美我和老伴一番。他们说，你们的儿子真的很懂事，彬彬有礼的，比我的子女好了不知多少倍，你们真的很会教育子女。我被客人夸得笑得合不拢嘴，虽然我知道有的时候别人说的话并不等于事实，而是属于一种拉拢关系的方式，不过我想说，我的儿子确实很听话。我跟老伴兢兢业业奋斗几十年，也算夫妻恩爱，一直觉得挺幸福。对于那些悲惨家庭而言，我们的生活算相当幸福的了，我也没什么可求的。退休后，我拿到了高额退休金，每个月4000多元，而老伴也有3000多元。我们真的想不到退休金会有这么高，一直以为工作才有钱拿，没有想到不工作也有钱拿，这种感觉真让我满足。我们并不很羡慕那些有钱人，虽然钱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学会了知足常乐。很多年轻人甚至天天打工，钱也赚得没我们多。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晚年生活一般来说是比普通老人更幸福滋润的，然而我们的生活却逐渐变得一团糟，甚至连农民工都不如。退休的时候，我和老伴很开心，手里握着20万存款，加上退休金，我们是应该在老家颐养天年的，不该带孩子，我们应该去旅游潇洒，去大吃大喝，或者去唱歌打牌之类，哪怕钓鱼游泳也行啊。我们其实可以自私一些，但是我们却选择了为儿子做保姆。我跟老伴其实退休后是旅游过半年的，我们环游中国10大景点中的7、8个地方，然后老伴带一些特产分享给邻居和亲戚朋友。我们经常到外面吃饭，海底捞自助餐火锅也吃过，外面的饭菜很贵，我们专门挑那些贵的又不上火的吃，然后吃到比较好吃的就经常吃。我们有一次也是组织了一次群体同事游，那个时候我们花钱比较多，一次几千元，就因为一个月有4、5千退休金，加上有20万存款，所以敢这么大手大脚。但是仅仅维持了半年多，当我们想要在农村老家颐养天年的时候，儿子却告诉我们他要换一部车，不够钱，跟我们借10万，3年归还。我跟老伴花了5万，还有15万左右，够钱养老了，果断拨款过去。之后儿子告诉我们他要给孙子读一个好的学校，报一个好的培训班，然后又说要在孙子附近买一套房，也要跟我们借钱。我们的钱被他们挖去了很多，在之后他说要去外国旅游，我跟老伴对儿子说我们没钱了。可是儿子不相信，就变换了一个方法跟我们弄钱，让孙子在电话里跟我们撒娇弄钱。我是比较看重传宗接代的，只要孙子开金口，我不能不答应，我怕孙子哭。就这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我们就为小孩子花了10几万。还好我跟老伴本身有退休金的，所以手里还是有点钱。这一点我的儿子是非常清楚的，他始终认为我们的存款是无限的，因为他跟我们要，我们总拿得出手。他有一次语气温和地问我，爸，你跟妈到底存了多少钱？我说没几个，被你们借光了，骗光了。儿子没说话，后面我问了老伴，老伴说儿子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我跟妻子私底下一算，剩下的仅有5万块钱了。我们慌了，这不得了，万一我们自己急需用钱，那该怎么办呢？8年前，也就是2015年，儿子跟我们提了一句话，爸妈，你们老了，我给你们养老吧，你们到我这边住。儿子体贴地说出这句话，让我跟老伴觉得儿子特别好，特别孝顺，特别贴心，他总算是知道回报我们了。我们在儿子那边住了好一段时间，他跟儿媳妇对我们太好了，叫我们选好新衣服了，叫他付款，然后给我们买了很多营养品，
除此之外，他们的好似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然后一次，他们大摆筵席，我跟老伴吃得相当高兴。席间，他说：“爸妈，别住老房子了，跟我们一起住吧。那老房子留着没有什么用，我们也不回去的，对吧？”我跟老伴面面相觑，表示要考虑一下。儿子拿起香槟，表示想要孝顺我们。我们两个笑得有些尴尬。儿子也没强迫我们，只是过了几天，我们忘记以后，他又旧事重提了。我跟老伴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很认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跟老伴开始商量这件事，觉得还是不要卖了的好，毕竟我们是土生土长在那边的，那么多亲戚朋友在那边呢。于是我们跟儿子说了这件事，谁知道儿子很不乐意，跟我们发脾气了。我们不知道儿子为什么如此愤怒，于是果断将老房子卖了，就想博得心肝宝贝一笑。我们依旧住在儿子那边，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觉得儿子可能是故意让我们把老房子卖掉，然后跟我们慢慢挖钱。果然，儿子后面跟我们说，儿媳妇得了什么病，要医治，骗了我们3万。我们当然很心疼了，后面还问儿媳妇怎么样了，我们要看诊断结果，不要吓我们。结果儿子说，诊断的那些治疗清单和资料已经扔了，毕竟已经好了，要那些有什么用嘛？那个时候我跟妻子竟然相信了，我们心想，儿子不可能那么坏，坏到要用妻子病重来骗我们的钱。我们卖老房子的确换了30万，而且卖了将近半年才卖出手的。最绝的是，儿子后面跟我们说，公司要周转，我跟你们二老再借20万，以后还你们。我跟老伴说，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儿子哀求道，可我经营了10几年的公司马上要破产了，必须救急。于是我跟老伴再度慷慨解囊，可是没想到儿子没完没了了。一次他问我们老房子卖了多少钱，我就老实说卖了30万。儿子知道我们还有存款，又有退休金，于是继续挖。后面孙子要读最好的重点高中，儿子跟我们绘声绘色地说，爸妈，您的孙子将来的前途如何，全靠这所高中了，我们要让孩子读这所学校，然后换套房子。我和老伴说，不是吧，要看孙子自己的学习欲望，如果他真的想学，到哪都一样，哪怕再差的高中也能上清华北大的，而且有没有父母监督是一样的。儿子却对我们说，话不能这么说，环境决定了一切，在重点高中重点班，学习氛围就不一样，学习氛围可以激发人的潜力内驱力，再加上我们父母的鼓励和监督，儿子必定能成为天才的。我们拗不过儿子，很不情愿地拿出了最后一笔钱，儿子竟然还叫我们跟亲戚朋友借，我说不可能的，我不能厚着脸皮去借。儿子又板着张脸，表情很不悦了。老伴疼爱儿子，竟然花了一整晚时间跟我讨论这个事。我哀叹，如果当年不来儿子这里就好了，否则即使他再哀求也没用。如今天天在儿子这里受罪，没有老家可以回，天天看着儿子那个表情，我们就同情心泛滥，天天看着儿子的表情，我们就郁闷，怕儿子儿媳妇跟我们闹意见。老伴也经常说，如果当初不卖掉老房子就好了，远离了儿子，就不用被他绑在这里，钱全被他弄光了。最终我们还是低下头跟亲戚朋友借了一番，但是这年头个个视钱如命，跟亲戚朋友借就跟要了他们的命一样，不借也就算了，说话还那么尖酸刻薄。结果借了一圈，凭我们的品德以及几十年不借钱的良好信用，终于借到了5万多，也算用尽全力了。给儿子的时候，儿子还不乐意，嫌钱少。一开始我以为颐养天年
无非就是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儿孙绕膝，热热闹闹才好。可是跟儿女住过以后，我才明白，那不过是很短时间内的心理效应，时间长了就剩下一堆无聊和琐碎，甚至经常跟儿女拌嘴，孙子的可爱成了顽劣，所以就爱听他妈妈的话，不听爷爷奶奶的。而儿媳妇又是一个霸道的女人，儿子又是一个为儿媳妇马首是瞻的男人，只要儿媳妇一撒娇，对他有要求，他就屁颠屁颠的去做。和谐热闹的画面曾在我和老伴的脑海中上演了很多次，那是我们卖掉老房子之初的对话。妻子的话让我跟着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两口子一起生活，没有儿孙，的确有时候令我们感到孤独，可是跟儿子生活在一起以后，我们宁愿孤独。当我们跟儿子取钱的时候，儿子说没有，等我以后公司发达了再说吧。我们在儿子家也不算劳累，一点都不累，无非就是搞好家务，做好饭菜，接送孙子上学放学，平时帮忙带孙子，搞一下卫生就是了。即使是住家保姆，我们也不觉得累。可是心累啊，我们平时唯有去公园散步了。公园那边有跳交谊舞和广场舞的，也有人表演武艺杂耍，相当精彩，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和老伴做完家务就会去娱乐几个小时的，就当散散心了。起初的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会安稳幸福到老，可是这样安逸的生活随着被儿子不断借钱以及我们夫妻俩疾病缠身而变得非常糟糕。看着我们整天吃药，儿子儿媳妇也是嘀嘀咕咕的，说我们怎么身体这么差，今天去医院又花了多少钱等等。64岁那年，我老伴出现了风湿骨痛，而且日益严重，只要受冷受热就会疼痛难忍。我们睡不好也吃不好，坐立难安。我陪老伴去人民医院看了多次也没治好，辗转去了别的发达城市，但是一线城市也是没法根治。医生说吃中药才能治好，然后要用中药口服和泡脚。儿媳妇闻不惯中药味，经常觉得胃重，要开窗，埋怨声也开始出现了，觉得房子太挤了，建议儿子把我们送回老家。可是我们没有老家了。我一早就知道，跟儿子儿媳妇长期相处不是长久之计，一旦闹矛盾吵架，便无处躲藏，无处回避，只能忍气吞声。后来果然应验了。每次给老伴弄药浴，我都要等儿媳妇上班后才做，然后等到儿媳妇下班前再做一次，而且做完以后要开窗通风，甚至用风扇散尽药味。儿媳妇真的很麻烦。然而每次儿媳妇可能是心理作用，即使我们散的一点味道都没了，她还是觉得有气味，还要捂着鼻子做出厌恶的动作和表情。我看着有些难受，如果那女人不是我儿媳妇，我早就骂她半死了。儿媳妇没有表面嫌弃我们，毕竟我们给了他们夫妻俩那么多钱，但是有一次我却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儿媳妇说我们体弱多病，不如让我们回老家租个房子。儿子表面答应儿媳妇，可是一直没有跟我们讲，所以他还是有些良心的。我心里想，这个儿媳妇究竟在我们背后说过多少次了？好在儿子还是有点良心的，没有提出让我们回农村自生自灭。不过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我跟老伴已经预感到了，此事非常不妙。果然，老伴稍好一点，我的身体却发作了。我的前列腺有了问题，出现了前列腺炎，无菌性的，尿频尿急尿不尽，半夜3更经常上厕所，而且一晚上3次算少的，4、5次居多。儿媳妇也不投诉给儿子了，直接跟我说，你能不能晚上别去那么多趟厕所？我说道，我这身体是这样，我没办法呀。儿媳妇说，那你冲水小点声。
我没办法，岂止上厕所，平时我们二老记忆差，或者笨手笨脚，他都要数落几次。所谓娶妻娶贤，可是我的儿媳妇似乎并不贤良淑德，跟他对多几句，他还要在我面前装委屈。医生告诉我，不可以不喝水的，相反，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前列腺炎，都是要大量喝水比较好。很无奈，最后我想了个法子，自己虐待自己了，就在房间内放了一个尿桶。谁知道儿媳妇买了一只阿拉斯加，一次将我尿桶踹倒了，我赶紧将尿桶扶正，然后用拖把拖干净，然后再将拖把晾好。可是我没想到，却被儿媳妇发现了，她大吼道：“为什么会有一阵尿味？”儿媳妇进来查看，然后将我大骂一顿。我说：“小狗踹桶，与我何干？”儿媳妇说：“烦死了，我的狗狗都弄脏了，又要洗澡，你给它洗啊。”我对儿媳妇忍了很久了，但是为了儿子，所以一忍再忍。我跟老伴谈过这件事，老伴也说不能再忍了，要赶紧走。我们只剩下一点点退休金了，再不跑就没有钱被他们啃了，退休金可能他们都不放过。我们查看之下，发现自从来了儿子这边以后，竟然被儿子弄了将近40万，其中30万是卖了那套老房子的钱，加上来这里之前被儿子啃的50万都有了。儿子提出请求，要我们过去养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持我们的观点，跟儿女住在一起，并不是享受天伦之乐，不是长久之计，偶尔在一起才能增进感情，朝夕相处反而越来越稀释情感。以前那么多存款退休金，我们可以去旅行吃喝玩乐，如今却要节衣缩食捉襟见肘的生活，真是太惨了。如今的我们体弱多病，心情也差，无心干活，即使想工作也没人要我们了。我跟老伴还好有些退休金可以治病，也可以用来吃饭和交房租，如果没有就只能吃土了。我们如今看着同事每天去旅游，大吃大喝，去棋牌室玩，去钓鱼，我们没钱玩，即使我们想去跟他们一起聚会，也不敢去了，因为我们没钱没面子。因此走到今天，我和老伴真的后悔了，当初如果不答应儿子在他们那里养老，就不会听他们两夫妻卖惨，就不会同情心泛滥卖掉老房子，更不会被儿子啃得一无所有。我觉得我们可能连乞丐都不如，乞丐最起码心理感受没那么差。人家说养儿防老，养儿真的能防老吗？我经常在想，养儿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是为了自己好吗？如果我们不是当年答应了儿子的一个请求，如今我们可以依靠存款和退休金生活滋润，逍遥自在。如今只能祈祷了，世上永远没有后悔药的，我们只能祈祷我们不会得大病，等到儿子真的发达了，我们或许才能有好日子过。60岁到70岁这10年，拒绝子女的这几个要求，才不会凄凉。民间有句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子女后代自有他们的使命和任务，能不能完成是他们的事儿，而不是父母的事儿。身为父母就不要管太多了，让孩子自由发挥就好。想是这么想的，但我们一看到孩子，心就软了。因为我们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当中，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如果连自己都不帮孩子，孩子又能靠谁呢？于是乎，为孩子做牛做马的父母就会越来越多。他们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和时间，所赚的钱也花在了孩子的身上，没想到自己的晚年依旧过不好。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疑惑，不是说付出了就有收获吗？为什么我为孩子付出了那么多年，还是一无所得呢？曹雪芹早就在《好了歌》中写道：“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自古以来，为了孩子付出一生且一片痴心的父母太多了，那孝顺的儿孙又有谁看见了呢？也许大部分人都会事与愿违。一位老人的告诫，孩子的要求不能全都满足。老陈今年61岁了，经历了一个甲子的他，只有这么一个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其他人哪怕想帮，也都爱莫能助。之所以老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在55岁那年遭遇了一件事。在55岁那年，他的孩子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不仅养不起家庭，也养不起刚出生的娃娃。对此，他就向父亲求助。那时候的老陈还比较心软，就给了孩子10万，让他暂时渡过难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儿子拿了10万之后，就没有心思找工作了，就连他的老婆也安于现状。老陈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也特别感慨，但还是没有为难他们。过了半年，这10万元花光了，孩子继续来找父亲要钱。面对孩子的讨要，他没有给1毛钱。他问了孩子一个问题：如果我一直帮你，一直给你钱，你是不是就不用自力更生了呢？儿子特别不满，生气地回答：我还有一个娃娃要养活，暂时找不到工作，你就不能体谅我吗？听了儿子的话，老陈有点激动地骂道：如果你没本事，那你为什么生孩子？我都为你的孩子有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父亲丢脸。就是这一句话，让儿子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不给钱，母亲也不愿意成为免费保姆，那他就只能自己靠自己了。在后续的3年里，儿子夫妻俩过得特别节俭，连妻子的金首饰也卖了不少。幸运的是，妻子和丈夫都找到了工作，可以养活家庭了，度过了难关。上述那件事虽然对老陈和儿子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儿子也不埋怨父母，因为儿子知道有些责任要么不承担，一旦承担了就该负责到底。其实老陈的做法那是很有道理的。首先，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到老，孩子终究需要靠自己。其次，总是依赖父母，让一代人负责2、3代人的事儿，会害了一家人。老陈说得很好，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他人爱莫能助。该走的弯路一点也不会少，该吃的苦也逃不掉。人生只有自渡，而没有他渡。对于孩子，父母不该为他们做牛做马，也不该苦了自己，而过分溺爱他们。所有的溺爱只会培养出懒惰且败家的孩子，不是什么好事。60岁到70岁这10年，及时拒绝孩子的这些请求，晚年才不会凄凉。1、拒绝孩子啃老的请求。如今，随着啃老的孩子越来越多，导致人们都觉得啃老正常。实际上，有点钱的父母尚且可以让孩子啃老，而没钱的父母呢，只能让孩子自力更生。孩子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啃老既害了父母，也懒惰了自己的身心，百害而无一利。2、拒绝孩子掏空棺材本的请求。在当下，有很多父母都会为了孩子而掏空棺材本，根本就没有顾及自己的晚年。如此下去，就会出现晚年凄凉的结果。每个人都只能自渡，孩子有什么想法，自己去做；有什么奢望，也自己去实现。总是满足他们的请求，这是父母最大的失责。3、拒绝当免费保姆的请求。在这一点上，上文的老陈活得很通透。你没能力，那你为什么生孩子呢？这番话虽然刺耳了一点，但很现实。试想，父母养大了自己生的孩子，还要养活孩子生的娃娃，这算什么呢？谁生的孩子，谁就是负责人。4、
拒绝孩子依赖父母的请求。孩子和父母其实是不同人格的个体，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路要走，那各自精彩才是最好的选择。太过于依赖会让人失去独立的人格，至少等父母离开了，凄凉的就是孩子。因果报应从来都不会迟到。身为父母，人到晚年最好别在子女家做这3件事，避免晚景凄凉。常言道，再甜不过蜂蜜，再亲不过子女。年幼时，父母总是倾其所有的在为儿女遮风挡雨，而孩子也把父母当作最重要的依靠。可长大后，孩子们有了各自的生活和奔波，很难时刻都陪在父母身旁，彼此间便多了几分疏离。有些老人虽然仍和孩子住在一块儿，却因生活理念、习惯的不同，生出了嫌隙，甚至是遭到儿女的厌弃。想和子女相处融洽，拥有一个安逸和顺的晚年，老了以后，切记千万别在子女家里做这3件事情。情感调解节目《幸福词典》中来过一对刚结婚半年就闹起了离婚的小夫妻。妻子露露说，最初的时候，她和丈夫小辉的感情也颇为甜蜜。可婚后，婆婆却开始全方位无死角的渗透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大事小情，都要一一过问。因为工作的关系，露露有时下班太晚，会在要好的女同事家里留宿。从前丈夫也很理解，婚后婆婆却总是教唆丈夫，说结了婚的女人哪有在外面留宿的道理，惹得小两口为此争执不休。新房装修的时候，她和婆婆也是分歧不断，两代人喜欢的风格迥然不同。婆婆以省钱实惠为主，而小两口则想以自己的喜好为主。虽然最终房子是按小两口的意愿装修了，却比预算多出了2万块钱。为此，婆婆拿出了账本，一笔笔的和露露对其了账，话里话外责怪她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事后还要求儿媳必须像她一样，养成记账的习惯，大到家庭开支，小到一个灯泡，都要一一的记清去向。露露为此苦不堪言，一想到将来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便动了离婚的念头。而婆婆也觉得委屈，明明是好意，可儿媳非但不领情，还对她有这么多的怨言。评论区里亦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儿媳不识好歹，也有人说婆婆管得太多。生活中其实从不乏露露婆婆这样的老人，他们的或许初衷是好的，不过是想把自己的经验交给儿女，让孩子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苦楚，却忽略了孩子已经长大，甚至还拥有了另一个小家。在那个家里，孩子和他的伴侣才是生活的主旋律。做父母的，适度关心是贴心，关心过了头，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些真心和情谊未必都能被领情，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亲子之间难以逾越的沟渠。永远成长的苹果树一书中有句话写得极好，无论父母放不放手，已成年的子女终有一天要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广阔的天地。人到晚年，尊重儿女的生活方式，不以爱之名指手画脚，便是对子女最明智也最深切的爱意。热播剧《陪你一起长大》中有一幕令人印象颇深。何景华夫妇为了能让儿子蒋思远上更好的小学，费尽心思才联系上了下阳路小学一位招生的老师。事先夫妻俩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好好表现。不想见面那天，儿子非但答得一塌糊涂，还故意用水枪弄了老师满脸的水。两口子回家后就开始严厉地批评教育儿子，
希望能让他常常记性。可这时，蒋思远的外公外婆突然来了，两位老人二话不说就拦下了何景华夫妇，责骂他们对孙子太过严苛。何景华请二老不要拦着，说儿子闯大祸了，他这是在给孩子立规矩呢。就是因为儿子的无理顽皮，才错失了进入重点小学的机会。然而何家两老仍旧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并称他还是个孩子，他能闯什么祸？就算不上学也没关系，外公外婆可以养他一辈子。这一幕看得无数观众看得气愤不已，纷纷留言称太真实了。孩子做错事情，父母给予指引教育，其实合情合理。可一旦遇到家里喜欢插手的老人，父母的各项措施就很难再执行下去。或许隔辈亲，连着筋。老人家天然的心疼孙子孙女，所以对孩子格外的宠溺疼惜。每当父母的管教严厉时，老人便会于心不忍，甚至是出手拦阻。他们以为这是在保护孩子，可其实家长在孩子面前加阵线不统一，是教育路上最大的宿敌。他们的每一次阻拦和庇护，都会让父母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规矩，在顷刻间就化为灰烬，也让今后的管教难上加难。根据权威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的老年人比例达 66.47%， 老年人几乎已成为新一代带娃的主力军。但有太多的家庭都因为两代人教育理念不同而有过矛盾。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老一辈也有老一辈的经验，于是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许都是出于好意，可于孩子而言，父母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导师，要为孩子的人生引路护航。老了以后，切莫过度插手孙子辈的教育，以儿女的需求为主，以自己诉求为辅，有商有量，才能让孩子收获更好的教养，也让一个家更加的和谐美满。常有人说，人老了，若是把积蓄都给子女，结局大都会很惨。话虽扎心，却不无道理。毫无保留的付出，便是斩断了自己所有的退路。听一位姓张的退休婆婆讲起过一段心酸的经历。她今年已经70岁了，原本有房有存款，也是到了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了，却因为一时的心软，竟落了个晚景凄凉的下场。她是个本本分分的工人，一辈子兢兢业业，虽然赚得不多，但也和老伴儿买下了一套房，还有老两口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十万存款。可不想几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了，他便只剩下儿子一个亲人了。虽然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但也会时不时回来看他，电话里的关心也从未断过。有一次，儿子回来了，说想做一笔投资，希望母亲能提前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并把存款借给他，并信誓旦旦的承诺，等这次赚了钱，就把母亲接到自己的城市去生活。张婆婆觉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100年之后，这些也都是他的，而且儿子平时也孝顺，便顺理成章地把钱和房子都转到了儿子名下。然而手续办完之后，儿子的态度却像是换了个人一般，后来还直接把房子给卖了。如今的他只能搬到妹妹家的储物间里去住，为了不被人嫌弃，总是尽可能的多干一些活。虽然悔不当初，却也拉不下脸闹上法庭，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想起一句话，谁的晚年都是一场腥风血雨。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年富力强，万事能扛？老了以后，当身体和能力都大不如前的时候，才会盼着有之所依。
可金钱就像是一块残酷的试金石，让太多的人心人性无所遁形。所以想说的是，到了晚年，别过早的把钱全都交给儿女。靠人不如靠己，有钱傍身是人到晚年最大的安全感。凡事多为自己做一分打算，日后的自己才能多一重保障。白岩松说过，一个人年轻不怕苦，怕的是老年苦，怕的是老年凄凉。是啊，岁月不饶人，谁没有年华逝去步入晚年的那一天？想要晚年过得顺遂如意，除了孩子的孝心，更要倚仗自身的经营。切莫太过操心，事事插手干预。儿孙自有儿孙福，为人父母者能够适时退场，子女的人生才能收获真正的圆满。也别太插手孙子辈的教育，把主动权还给儿女。任何时候都请先为自己着想，再为别人做打算。75岁婆婆诉说辛酸经历，年轻时偏心小儿子，老了晚景凄凉。我们明白许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可有些老人活了一辈子，也不明白有些道理，譬如对待子女，应该一碗水端平，不可偏心，偏帮某一个孩子。年轻时偏心某一个孩子，看似没什么不妥，还能沾沾自喜，等到年老了以后，晚景凄凉，才知道一切都是自己酿成的苦果，怨不了别人。黄奶奶今年75岁了，她看起来过得并不是很好，明明有2个儿子，却落得晚年无人照料的结局。年轻时偏心小儿子，老了晚景凄凉，作孽呀！黄奶奶说着就流下了眼泪。事情还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候黄奶奶的2个儿子差别有些大。小儿子从小获得父母和祖辈的疼爱，不学无术，打架斗殴也是常有的事，可大人们从来都不管，还振振有词，小孩调皮才聪明。眨眼小儿子长大了，因为没有好好读书，出来社会早，结婚早，生孩子也早。初次当奶奶的黄奶奶高兴坏了，整天抱着孙子在村民面前显摆，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有个孙子一样。3年后，黄奶奶的大儿子也结婚，婚后生了个女儿。原本月子里，大儿子想让妈妈来帮忙照顾妻子，可黄奶奶说，家里还有孙子要照看，走不开。其实那时候小婶子怀了2胎，在家没有工作，公公也能帮忙照看一下，大孙子也上学去了，本来就不是很忙。让公公和小婶子辛苦1个月带一下孩子，黄奶奶便能抽空出来照顾大媳妇。可她偏不，找了各种理由不肯去大儿子的家里照顾。那时候开始，大儿子才开始有了怨言，大儿媳就更不用说了，月子不愁，记恨一辈子。大儿子为什么开始怨恨妈妈了呢？因为大儿子从毕业后就开始自立了，结婚2个老人一点忙都没有帮，全靠自己和妻子工作几年攒下来的积蓄，省吃俭用，才在大城市里买了一套2居室的2手房住着。每个月房贷就要将近花去1万元，而大儿子的工资到手才1万3、4，除去房贷和生活费就月光了，哪里还有钱请月嫂？养家糊口的事都还得靠妻子来支援。最后大媳妇不得不咬咬牙请了月嫂。出了月子，眼看产假就要休完，要回去上班了，大儿子再次请妈妈来帮忙带孩子，黄奶奶又一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却是，你弟媳快生了，我得照顾着，一刻都不能离开。然而事实上，小婶子还有3、4个月才生产，哪怕妈妈先来帮忙几个月，到时候要生了再回去照顾也不迟啊。可偏就这样拒绝了大儿子的需求。大儿媳无奈之下辞了职，回家照顾孩子，全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大儿子身上，
为了多赚点钱，日日加班到9、10点，每周996，才35岁的男人，头发加白，看起来像40多岁的男人。由于压力过大，大儿子和妻子经常发生争吵，一吵起来，大儿媳就埋怨婆婆不帮忙带孩子。你别怨，要怨就怨你父母不帮忙，偏心小儿子。有时候吵得厉害了，离婚都不知提了多少回，可想想这么多年的感情，终究舍不得。就这样，大儿子大儿媳苦苦煎熬了3年，孩子终于长大，送去学校，大儿媳重新出来工作，日子才好过了一些。再来说说小儿子的情况如何呢？小儿媳生了2胎后就没上班了，整日就带个孩子，什么都不干，俨然一副农村少奶奶的气派。黄奶奶起早贪黑的操持家务，接送大孙子，有时还要带小孙女。婆媳长期居住在一起，哪能没有矛盾？有时候婆媳矛盾闹起来，别说吵架，动手都有可能。越是得到的，就越不懂得珍惜。小儿媳除了带个孩子，什么都不干，已经很轻松了。生活费是公公打小工挣来的，家务是婆婆干的。小儿子与其说是工作，还不如说过家家，3天2头就换工作，从未给过1分钱生活费。在外人看来，小儿子小媳妇已经很幸福了，可他们依然不知足，开始怨恨父母提供的太少。别人都住新房子，自己家还是旧房子，别人都开小汽车了，而他们只能开电动车，要你们何用？小夫妻俩经常给两老气受，老头突然就被气病了，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留下黄奶奶一人照顾小儿子的全家。没有了依靠的黄奶奶其实很可怜，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的身上，换来的却是不懂得感恩。小媳妇跟娘家借了一些钱，再加上他们夫妻俩断断续续积攒的钱，在镇上买了一套小房子，一家4口搬过去，唯独不带黄奶奶。小儿媳说：“我家小，住不下那么多人，你还是一个人住老宅吧，又宽敞又舒服。人呢，年纪大了，难免有个这疼那痒的。黄奶奶都75岁的人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只要一变天，身体就各种疼痛，有时连床都起不来，没人照顾，实在可怜。老了才知道我错了，年轻时一心帮助小儿子，忽略了大儿子，没想到养了一只白眼狼，我后悔呀。”黄奶奶想想自己的遭遇，大儿子远在大城市，没法回来照顾自己，小儿子一家搬走了，不愿给自己养老，又没有女儿，孤苦无依，还不如趁早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所有的晚年孤苦，都是因为自己年轻时拎不清，一碗水没端平造成的。越偏心某个孩子，越不懂得感恩，越得不到关注和帮助的那个孩子，越懂得回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老人很可怜，一把年纪了出去拾荒，露宿桥底，其实他们并不是无儿无女，而是有些孩子被寒了心，不想回报恩情，有些孩子从小只会收获，不懂付出，不懂回报，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每一个白眼狼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